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峥发言人、徐府副秘书长、费鸿泰委员、江宜臻议员、洪美凯委员。啊，这个伊朗啊，负责封锁荷木兹海峡的伊朗的海军总司令革命卫队，说被以色列击杀，以色列反正一个一个把他们杀掉啊，一个个都死了啊。那另外呢，川普说我回应伊朗政府的请求，所以呢。这个打击伊朗本来是要打击伊朗的电厂、能源设施，而且要从最大电厂开始打。现在呢，延到4月6号，我看又延10天，原来是延5天，现在就变10天啊。反正川普啊，反正他说伊朗请求的，伊朗说我们都有请求他，很不诚实哦。所以呢，调解方中间的调解，像巴基斯坦这块也打脸说没有嘛啊。那伊朗很绝。到不了谁先谁后了啊！你延10天，我放行10艘，还是因为你放行10艘，所以我延10天啊。川普说是给美国的礼物，而且我们正在跟对的人在谈啊。那什么是对的人呢？其实伊朗都跟他杀的差不多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又太扣了，你看刚5天变10天了哦。这网络我们都台湾的网络了，不是美国网络。我看一看下一条，美国什么清明节呢？说因为一个清明节连假，股市到低点了，因为美国股市，川普一句话哦，一言新股，一言上股啊。马来西亚说呢，也让马来西亚的船可以通过了哦。因为其实应该让马来西亚，反正都是回教徒嘛。那另外呢，这个说有几个船呢可以通过，但是用人民币付通行费哦，不用美金，用人民币啊。以色列也很狠，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把你全部打得什么都没有哦。所以呢，台湾的股民就说，川普是想缓了，算了，想结束了。以色列不要啊，怎么可以缓呢？对不对？拉进来还有缓的吗？哈。那五角大厦说考虑把援助乌克兰的武器调到这个伊朗去，乌克兰惨了，哦，乌克兰真的惨了啊。那另外，《华尔街日报》说，五角大厦评估要征兵1万到中东。原来琉球2200万，后来又说伊朗琉球2200人，后来又说呢这个空降部队2000人，现在要搞到1万人，越搞越多哈。那另外呢，以色列现在发射叫做极速弹，而且俄国人他用无人机哦，我讲过2行程无人机，便宜快啊。那要破以色列空防，因为以色列舔穷当然是不错啊。那现在美国要搞金穷啊。赖清德要搞台湾之盾呢，都是同样的道理。以色列叫做大卫投石所，就是呢以前的大卫用石头打巨人，记得吗？巨人很大，大卫很小。然后呢，就是说你发飞弹来，我用飞弹把你拦截下来，就像那个投石所一样啊。结果呢，伊朗飞弹还是穿过了哦。他们讲有4大原因了哈，包括呢政策，包括工程的问题，包括统计啊。你统计，就算你90%还有10%的漏洞嘛，哦，然后高度有限制。哦，如果发得很高的话，你还拦不下来哈。好，那么以色列又去打黎巴嫩，死了8个人，真主党拒绝停火谈判。哦，真主党也被认为跟伊朗有关了哈。那另外呢，伊朗内部已经涌现了说，美国一直打我们一直跟他讲我们可以备有核弹，他每次说还有1个礼拜就有了，还有2个礼拜就打我们，那干脆就发展核弹算了。说也有这样的一派的声音，我们看一下。美军再度公布最新画面，宣称至今已经打击伊朗超过1万个目标。周四，伊朗东部山区民众拍下一枚炸弹击中当地，冒出浓烟。伊朗的大城市伊斯法罕有一栋大楼遭到空袭破坏，这是替军方生产光学设施的企业大楼。美以联军仍在削弱伊朗的军备能力，同时以色列继续猎杀高官。לאיש הזה יש הרבה דם על הידיים, ובנוסף הוא זה שהוביל את סגירת מצרי הורמוז. 以色列宣布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汤西里，他主张以水雷无人艇来打不对称作战，主张封锁荷姆兹海峡。63岁的汤西里在2018年接任伊朗海军司令，官阶准将，过去时常威胁要把美国以色列拖入深渊。روز جنگ در واقع میاد توی میدان با اون چیزی که تو رزمایش‌ها هست تفاوت داره.
这波跟他一同丧命的还有伊朗多名军官以及1名情报官。美以联军试图靠暗杀来突破海峡封锁。每天说法变的川普，现在说跟伊朗谈判很顺利，最后通牒延到4月6号。We're not negotiating. We will not negotiate. Of course they negotiated. They've been obliterated. Who wouldn't negotiate? They are begging to make a deal. But they said yesterday that we weren't negotiating with them, and now they admit that we were negotiating with them. 公园旁监视器拍下飞弹落地瞬间。周四，伊朗对以色列展开新一波攻击，声称瞄准以国境内70多个目标。伊朗还高调公布射弹影片，清晨起，包含特拉维夫等地都响起空袭警报，其中一枚炮弹还当场波及特拉维夫东侧的卡法卡西姆村，炸飞停放在路边的汽车。יש לנו פה 5 זירות נפילה של טיל מצרר שהגיע מאיראן בגזרת כפר קאסם. 这里因为刚好位在飞弹路线处的中央，因此早就不是第一次遭殃。伊朗无所不用其极，也再度动用集束弹药。伊朗声称这次动用了包含尼什、起义、科兰沙尔4型等多种飞弹，却不一定射得准，还波及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西岸地区。بنوجه رسالة للإسرائيلية جميعا. ب 82 حاولوا يجتاحوا لبنان وبال 2006 حاولوا يجتاحوا لبنان ولكن ما فشلوا. 不过，以色列也正加码轰炸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据点，埃及只好紧急送来人道援助物资，却害怕以色列正打算扩大黎巴嫩南部的缓冲区，担心这中东的战火可能继续升级。姚晨，我觉得川普所代表的美国跟伊朗干上啊，是近代史上人间发生的最大的悲剧，也是惨剧。那我认为哈，这个伊朗的统治阶级，包括神学士啊，包括革命卫队啊，这些人是一板一眼、很严肃的。虽然川普诬赖他们现在继位的那个是同性恋，但是没有证据啊。但是川普呢，就是恶霸、流氓啊，真的无法无天，而且是最没有品德的房地产中介商啊，所以他一切的作为大概就是通通加起来，再加上一个会说谎、不脸红的人，所以这两个一对干啊，糟糕了！你看他到目前为止，我们如果以普通标准来讲，伊朗大败啊，但是波斯大帝国的后代子孙不会屈服。那川普呢？川普他其实大胜赢了，把人家炸成那个样子，但是对他来讲，对他这个嚣张、非常骄傲、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认为赢得不够漂亮。赢得不够干净，赢得不够把对方赶尽杀绝，所以呢，他要下来要回家，一定要敲锣打鼓说本人赢了。那现在就是差那么一点啊！你看哈，大家说要和谈呐，要谈判呐，这个伊朗对川普之战啊，没有办法从谈判当中得到和谈。为什么？一边提了5个条件，一边提了15个条件，这个互相看一下。都是要对方跪下来投降的，这两个国家、这两个政府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现在川普时间不在他这一边，他急了，因为他民调下降了，他的股市恐怕会崩盘，他经济非常的糟糕。他现在一连串10几个这个接近期中选举的类似的，也有州政府层次的选举，共和党已经被翻转13个，尤其他那个家乡，川普那个而共和党翻民进党的、民主党的一个都没有。所以其中选举恐怕也对他相当的不利。所以我本来上个礼拜天在前子的节目我说，川普大概只有2个礼拜。他现在既然他口了，我再加他1个礼拜，3个礼拜。但是我觉得他不会登陆。我们伟大的民主党、民进党的民主跟民进党是搞，因为2个现在都没有方向嘛。现在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上个礼拜在前子的节目说，他预测川普的下一步登陆。我说你代表民进党中央呢，还是代表民进党政府？他说都不是，代表他个人。幸亏是他个人。我跟你讲真的，川普也许会登陆，我不敢说他一定错。他也许会登陆，因为他起了没报啊。老是登陆该定起来啊，他造。也有可能，我不排除打带跑，打了就跑。但是他以前要登了伊朗以后要跑不容易，或是登了伊朗的那些小岛还要再跑。我跟你讲，我不能保证不会
没有死伤。当你看到那些陆战队或是空降师啊，背着那个包包，那载飞机要出门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每一个都是母亲的孩子，他们的每一个都是妻子的丈夫。他们如果死了，老美当然死得非常少，但是老美很爱惜生命的，死一个算一个。这些阵亡的将士，将来在美国的历史上有没有地位？我跟你保证没有。他们根本连死都不晓得为何而死，而且在美国的历史上，这是一场羞耻的战争。你为他而死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快要结束了。我上个礼拜说2个礼拜，我现在再加1个礼拜，3个礼拜呢，这个会结束。为什么？你要给他2个礼拜的准备时间，他要去北京嘛。他也要有一点喘息的时间，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民进党政府最笨了，川普一定下来的。川普下来以后，美国会回到我们传统认识的美国，好不好？就是现在重要的看点就是吴峥跟老沈，到底谁对啊？我认为美国如果就算登陆的话，空降陆战队，他一定会希望飞机炸，想办法把那个地雷啊什么一般都炸光了，才降落，不会去让那个登陆人被地雷炸死了。来，孟凯。4月5号，去年是关税那个时候宣布，那将近快1年的时间了。我请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想一下，过去这一整年，美国好，全世界马首是瞻，但过去一整年，美国政策推出来之后，到现在，整个国际的形势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变好还是变坏？乌俄战争结束了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东突然间，不要说莫名其妙，但是228开始打到现在1个月的时间。看起来反而是越演越烈，就是抬轿的、坐轿的都不想下车。那当全世界跟着一起陪葬，还有美国内部的民调显示有更加团结吗？还是川普的民调有更加的提升吗？所以没有的一个情况下，那过去一整年我们到底所谓何忙，所谓何来？川普的性格，当然他就是一个强人，或者说他就是一个交易商人性格。但是他如果说没有每一件事情都想到整个局势的发展的话，我觉得对于全世界是很害怕的。再来，现在你说中东战争，我也某种程度上同意刚沈大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川普现在想的是怎么样有一个台阶，赶快下了之后宣称美国胜利了，但实际上对中东地区来讲不会变得比以前更好，反而因为种下了一个仇恨的种子，未来20-30年可能对美国本土以及对于整个中东地区都会更加的剧烈动荡。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这是数学问题。伊朗1000多万人，伊朗1亿多，将近1亿人口，8、9千万，以色列1000多万人。那如果说你现在没有用地面部队，你没有整个政权改变的话，那你就是留下一个烂摊子，而且这个烂摊子反而是仇恨的种子持续的蔓延。那后面怎么结束？所以其实刚刚看到我们的新闻画面，说伊朗是要用集束弹，集束弹它就是类似散弹的一个概念，它是只求突破你的防空系统，但是不求精准打击，所以才会误触到什么路边的汽车等等相关嘛。那如果说连这样子都动到的话，就代表是说我就是一个玉石俱焚的打法。最后，我们下一段节目可能也会谈到，就说其实川普在这个要准备5月现在的川协会。那过去第一次川协会之前的川协会的时候，有讲到说蔡英文说可以帮忙搞定蔡英文，不管说他用搞定还是处理，《华尔街日报》讲的。那我们要问的是，在中华民国我们现在的立场，到底我们在川普的心目中，还是我们之前民进党政府强调的是我们也是棋子吗？棋手吗？还是我们根本就被人家认为我们只是一个棋子？而如果这一次5月的川协会还要再做这个见面的时候，会不会谈论到台湾议题，以及台湾未来何去何从？这是我们过去一直苦口婆心讲，不要把我们的生存、我们的任何条件单边押宝在某一边，这是对于中华民国最不智的方向。之前呢，就有一个这个知名的学者说了，如果基督教文明跟伊斯兰文明真的冲突作战，那就是世界的悲哀。对。而事实上，列强当时把以色列放在那个地方，让他复国，让以色列因为流荡1000年想要复国，但是放到那个地方，就是放下去就知道之后的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冲突啊，不同的这个各种战争啊，一定会发生的。摆在那边就是这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你是什么？好，这个马杜罗被捕3个月了，委内瑞拉。马杜罗在纽约法庭
纽约的法庭是可以画画，不能够拍照，就是都有画家画短暂露面。法新社说他面带微笑，神情轻松，没有发言。之前在监狱里不是咆哮啊，说我是个总统啊，你不对我，他们说的是假的但是也不会太快乐，被关在监狱有什么好呢？第二次出庭，那他说我们的财产都被你们没收了，委内瑞拉政府被美国接收了，谁付我的律师费？美国律师费之贵啊，谁付我律师费？所以他的律师要求撤案，说不要再扯了，诉讼费谁也付不出来啊。法官拒绝，继续开庭，拒绝撤案。所以呢，现在诉讼费成僵局。马杜罗说：“我是战俘啊，我不是犯人，我是战俘，被你川普抓来的战俘啊！你要对战俘的态度对我。”那另外呢，川普就说了：“说我任期我不能再选美国总统，任期结束我要到委内瑞拉选总统。”他说：“为什么？说在委内瑞拉我是民调最高的人。”他们喜欢我，所以他要到委内瑞拉选总统。我不知道老美会怎么想，我们都觉得很好笑。搞不好他想到加拿大选总统，搞不好他到墨西哥选总统，搞不好他想到以色列选总统，到伊朗选总统，好吧？他们到委内瑞拉不止看上委内瑞拉石油啊，说从委内瑞拉运回美国32亿的黄金，这个很恶劣嘛。你到底黄金是人家自己的，你怎么把人家运走呢？另外呢，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曾经对习近平说：“我能搞定蔡英文，蔡英文那个女人怎么难搞？我可以搞定。”他就这样讲的我来处理这个女人。所以中国方面觉得很震惊啊，你来搞定，是不是一时冲动乱讲话？有没有把它当真？我们看一下。黑色车子与随行车队驶离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返回拘留中心。里面载着的正是遭美国捉拿的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他在26号2次出庭。法庭外，民众聚集现场，挥舞委内瑞拉国旗，他们聚集抗议反马杜罗。不过，远在加拉加斯市中心玻利瓦尔广场，也有支持者从夜间聚集守夜应援，呼吁释放马杜罗。también a la audiencia para pedir por la libertad de su padre y de la esposa。马杜罗儿子认为，应透过政治谈判解决，不是依美国司法程序。此时在庭内传出马杜罗出庭时显得神情轻松，身穿囚服，佩戴翻译耳机，只透过口译与律师交谈，过程中没有发言，摆明自己在没政府协助下没钱负担法律诉讼费用。但法官表示不会因此撤案。I'm the highest polling person, and in other words, after the presidency, I think I may go to Venezuela and run for president. They like me in Venezuela. 美国总统川普在内阁会议开了这个玩笑，内政部长还惊爆他们从委内瑞拉搬来大量黄金。On Friday, there was $100 million of gold that came from Venezuela to the United States. 他表示，这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运回美国后，将找金炼商做成商业级消费用途。来，洪大兄，川普的政府去抢委内瑞拉的石油，现在抢黄金1亿美金这个100个 million 嘛，然后现在还要规划去抢它的贵金属，这个摆明的就感觉上都我就是我一想你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要拿，你的就是我的，这个就回到14、15世纪开始的殖民主义了殖民主义没有人喜欢，现在进入到19世纪也慢慢少了，20世纪几乎快没有了，到现在是21世纪我真的觉得很可悲美国先打委内瑞拉，现在在打伊朗，下个是古巴，下个打古巴。我现在就要谈谈古巴美国打伊朗打得灰头土脸应该可以这样讲他现在停5天，停火5天，再停10天，你为什么要停我跟各位报告我有一些，因为我在美国住了蛮长一段时间，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在教书做生意、做研究，我们经常的往来。美国现在如同老沈刚才讲，物价上涨的太多了，好贵。现在不是只有影响石油，它石油影响很多肥料还化肥，还有是补牙齿的东西。我的天哪！我看你是让我看看太多民生必需品，其中选举这是他们
最重要的事情哈。当你行政选举输了，2028年，他很显然，川普说其中选举输，我可能被弹劾，他都怕了。对，国会弹劾他。但国会你只要一过半以后，你换句话说，只要反对你人过半以后，你就很危险嘛哈。他们现在碰到那么多问题，我就不太相信他敢继续对古巴像对以色列这样用，对伊朗这样用兵的。古巴必须它的地理位置相对于伊朗的重要性不遑多让哦。但近啊，对他比较近。那换句话说，对美国的压力很大。古巴曾经有这个核弹危机嘛哈，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谁支持他的？俄罗斯嘛。现在毕竟在世界上2大军事武力还是美国跟俄罗斯哈。我想俄罗斯在古巴事件，他会 do something 哈。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你现在充分展示的就是拿军队，我要拿什么就拿什么。我是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在走世界秩序的一个倒退。一真。川普非常有自信吼，甚至要选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吼。我看现在民进党政府跟这个美国关系，会不会哪一天川普也跑来我们中华民国选总统？那当然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马杜洛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审判啊，这个一些开庭啊。那你看到美国呢，他的野心就是非常的明确哦，就像我们这个费委员讲的，他又要抓人吼，又要资源，那不止呢要你的矿产，要贵金属，要黄金等等。那政治上呢也非常多的手段，所以美国呢在川普的统治底下，就是这个政治跟经济同步操作、同步推进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从人到资源到整个政局的一个情势的掌握，美国呢就是完全都要，全部都要。那你看得出来呢？像这样子，从以前美国对于委内瑞拉包含制裁、包含外交压力，到现在结合司法资源，再到经济的布局。美国这样子对委内瑞拉，我们看得出来，从间接的施压变成更直接的掌控。到现在，我们看得出来，对台湾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警讯吼。所以，民进党政府真的要对美国持续的做很多的单边主义嘛？其实，民进党在创党或是这个政党这个演变的底下呢，你看到很多一些对美政策，但是现在呢也出现了这个转变，出现了一些倾斜。到现在呢，这个台积电赴美设厂，然后扩大采购对美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对美国这个药品的一些检测去放宽，然后美猪美牛的这个标准也放宽，这些政策的方向好像都跟以往民进党的这个标准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倒是想要看到，也想要问民进党政府，就是你现在对美国如此，以前对美国如此，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才是对中华民国最好的呢？武成是不是你们民进党是不是认为川普会变，美国会变这样？改变啊，改变现在的作风啊？应该还是跟着川普路线走？也没有，当然是我们要对台湾最大的利益来去求嘛。不管任何国家都在思考自己最大的利益。那讲一下，就是说整个国际情势，其实刚刚当然大佬讲到说，我们刚好有一个有点像是对赌的看法。那大概状况这样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关心说美伊战争会打多久嘛？那最近刚好《华尔街日报》也有一篇报道说，他们掌握一些说川普跟身边人的谈话，川普是预估这个战事可能在进行4到6个礼拜。那这个时间我认为也有参考价值了，因为川普已经正式宣布5月中要来跟习近平做所谓的川习会。那其实现在快要4月了嘛，所以你看6个礼拜大概就到5月中的时间。那只是说大家会看到最近很多的讯息反反复复，这个川普一下说我们跟伊朗有在谈了，然后伊朗那边说没有在谈，然后呢川普一下就说这个现在他们呢其实已经很有在听我们的 proposal 了，然后伊朗呢一下又说没有一下又说没有，我们只是考虑一下美方的提案，会看到这种一直来复往返的讯息，让大家觉得有点雾里看花，所以市场最近一直震荡，就怎么回事？那我认为是因为两边现在都在拖时间，都要争取时间。为什么？因为其实最近有一个讯息蛮有趣，大家看，就是说，当然这现在都是一些媒体流出来的内幕了，我们很难直接的查证。但是根据现在也报道说，伊朗跟美方的交涉过程中，他们有提个要求，说川普派的这个中东特使 Witkoff 说，我不要跟这个 Steve Witkoff 谈。为什么？因为川普的这一帮人 ，Witkoff 以前也是地产商人啊，就是说川普从这个商界找了很多人，像他 Lotnick 像 Witkoff，他这些人都跟川普很像，就是喜欢大开大合，我一定要面子做足，
要讲一个让我很有气势、我很赢的东西啊。那所以伊朗觉得说，我不要跟着 Wake Up 谈，那我要跟谁呢？他们据这个报道说，他们指明说我要跟 J.D. Vance 美国的副总统谈。你这边就看得出来玄机，因为 J.D. Vance 是美国一个很明显 MAGA 派人，他是出身比较贫困的家庭，所以 J.D. Vance 一直以来在美国代表的路线是一个更重视内政相对于外交，所以表示说，其实伊朗现在也想要利用美国内部的政治压力嘛，包含去找你内部比较希望优先把焦点放回美国的人，包含我时间拖越久，你美国国内的通膨压力越大，你撑不住所以伊朗会想争取时间。那为什么川普照理说时间不站他这边，为什么也要争取时间呢？因为他的军事部署嘛，刚刚前面赵哥讲到，他从冲绳调了2600名这个快速机动反应的陆战队去，那另外再加上2艘，总共3艘的2栖登陆舰队，加起来差不多5000人。那又从美国本土调了802空降师，大概有5000人，就现在1万人，大概整个往中东去。那加上本来在中东战区美军大概就有部署4到5万人的部队，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判断还是认为说，这一些军事调动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耗钱耗资源，以数亿美金计下去。当他去做了这样军事部署的时候，表示这就是一支他可以打出去的牌，就是箭在弦上。所以当然未必美军会真的展开大规模，你说占领伊朗首都全面控制，那个成本太大。但是我认为说，对川普来说，在荷姆兹海峡几个关键的小岛上，我派兵把它占住，未来直接掌控整个海峡的控制权，然后再回头逼伊朗。我认为这个事情现在他们是朝这个方向走的。他是想这样做了，不过我讲过，美国1年的国防预算将近1兆美元，1兆美元，他第一名，他比2、3、4、5、6、7、8、9、10综合加起来都还多。日本5万美军，韩国3万美军，德国5万美军，这个中东5万美军，还其他地方还有，花多少钱呢？但你看看美国，刚刚说为什么那个范氏副总统他们重视内政，你看看美国的机场什么样子？美国没有一个机场比亚洲这些机场好的。美国的高速公路你看长什么样子，坑坑洞洞，坑坑巴巴开上去。美国除了纽约那个100年地下铁，没有一个地下铁，没有一个捷运，没有一个像我们那种高铁，它也没有。所以它国内的建设一塌糊涂，钱通通花在军费上面。你是美国人，你会满意吗？休息再回来。